非要逼我拿出来吗？慈禧太后口说无凭，您不会骗人吧？什么？清朝真的有匡威？匡威居然是1908年成立的，这一年是清朝光绪34年，也是爱新觉罗溥仪继位的那年。哟，你这鞋不错呀。这是经典款，1917年就有了，1920年左右定型。我和清朝人有同款鞋。这可乐是挺好喝。走，玩会儿任天堂的游戏去。这到底是不是清朝啊？下次看到我演清宫戏穿匡威，别再说我穿帮了。看似时空错乱，但又真实发生的事还有哪些？宋美龄看过《快乐大本营》，物理学家杨振宁和爱因斯坦是同学。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时候，猛犸象还没有灭绝。霍金去世前发的最后一条微博，是在回应王俊凯的提问。2006年去世的乌龟哈里特亲眼见过达尔文。你先走吧。我还得比你多活100多年呢。小学课本上《珍珠鸟和挑扇工》的作者冯骥才不仅健在，而且还有抖音。冯老师，《珍珠鸟》这篇文章到底表达了您什么思想感情啊？张学良用收音机听过周杰伦的歌，平行是何年？你为什么不点赞？自省历史最高气温排行。1级，条子没有牛可怎么活？条子，你带我走吧。C 级，熟了。你谁呀？我和你熟吗？怪了，在太阳底下太站一会儿就熟了。B 级，皇上，臣妾有一事相求，但说无妨。恳请将臣妾打入冷宫，这天太热了。我先。A 级，躺床上是红烧，加个席子是铁板烧，下床是清蒸，出门是烧烤。S 级，3级烫伤。这条视频在关键时刻能救你一命。如果你发现了隐私情况或迷路了，打110报警，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，你只要找到一根离自己最近的电线杆，每个电线杆都有对应的一串数字，警察叔叔能通过它找到你的具体位置。2，当你陷入险境又不方便拨打110报警时，你可以选择短信报警，简明扼要描述正在遭受的侵害，是否方便接听警方电话，并发送到12110。3，如果你被困野外，看到搜救直升机，千万不要只挥舞一只手，它代表你在这里很好，一定要动双手，这才是求救的意思。4，发生火灾时，先摸一下门把手，如果烫手，千万不要开门，门外温度过高，还能导致氧气倒灌，就会引起风燃。先用湿毛巾堵住门缝，打开窗户通风，并大声呼救，救命！还不赶紧点赞收藏！假期用不用写作业，就看你们的了。瑶瑶，这是吃菌子门口买锅，这不可能！你看，云南一大学生吃了菌子去考场，竟出现幻觉，看到答案。考英语听力时，眼前会跳出翻译好的中文，且每一门成绩都名列前茅。还有这种好事！研究发现，他在吃菌子中毒后，大脑会把他之前学过的知识通过幻觉浮现在脑海里，不用复习都能考高分。妈妈，我要吃菌子！我还没说完呢，那可是有毒的。100分，我来了！卷子上的字怎么不是答案，变成文字了？蚊子！小儿郎，出去站着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啊？毒蘑菇千万别乱吃，严重的会有生命危险。你怎么不早说？这个新闻还有后半段。一学生也想感受菌子的威力，不幸吃完中毒，立即送往医院，不仅耽误了考试，差点丢了性命。还有一名男子也想体验幻觉的感觉，吃完后眼看自己没事，很是失望，便开车回家。到家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车还在原地，汽车根本没打着火。再也不想吃了，你管我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的孩子了。小朋友，能帮我们拍2张照片吗？好啊。哎呀，我的手机快没电了，用你的帮我们照吧。谢谢你，小朋友，我加你，你发给我吧。小朋友，你长得真可爱，我们一起拍1张呀。不用了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放开我！你们干嘛呢？我们是他爸妈啊！不信你看，我们刚才还在一起照相呢。我不认识他们。又不听话了是吧？大哥，你看，我刚才还给他发消息呢。小孩子就是任性。不好意思，还以为又是拐卖小孩的呢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你爸妈，跟我们走。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什么时候报的警？
路上那么多人，你们偏偏找我这个小孩求助。他的手机没电了，可你的手机是满电的，却还要用我的手机拍照，目的就是为了加上我，制作假消息。而我给你们拍照时按的是录像，你们所有对话我都录了下来，并用短信报了警。你给我等着！刚才的照片给你补上了。放学了！手机没充到100%就拔掉，满手是油的手直接打起手机，厕所的卷纸不按格子撕，这是要逼疯强迫症啊！你身边有这种人吗？他们喜欢规律整齐的东西，强迫自己重复一些无意义的事，比如反复洗手，反复怀疑门窗是否关紧，楼梯必须先迈左脚或右脚，顺序反了就要重新来。他们明知这些行为是不合理的，但却控制不住，为此常常耗费大量的时间，痛苦不堪。不能踩到线！强迫症的几种征兆，看看你中了几个。1. 戴耳机必须看清了左右才戴。2. 电脑中5分钟一次，但还是不开启。3. 总是怀疑门没锁。4. 发呆时一次次点击鼠标右键。5. 调音量和温度的时候，一定要调到一个自己顺眼的数字。6. 站在高处会有一种想跳下去的冲动和想法。真正的强迫症其实很难受，有不适记得及时就医哦。啊，好烦啊！怎么都吃不胖？喝口水都能胖，这不公平！胖子，给我10斤肉吧。经常被别人叫胖子的人，发胖的几率是别人的2.5倍哦。原来我长胖都怪你！你的代谢水平决定了你是易胖体质还是易瘦体质。晚上睡前的体重减去第2天早上的体重，如果在0.8到1.6斤之间，属于正常代谢水平；低于0.8斤，则属于代谢困难。要是几乎没差别，那你就是易胖体质。其实我是因为骨架大，并不是真的胖。算一算就知道了，量出身高手腕厘米数，两数相除，得出的数值在哪个范围，就能看出你是骨架大还是小了。你是小骨架。啊，胖点怎么了？脂肪是有休息期的，知道这几点怎么吃都不胖。早上7点到8点是脂肪营养期，早饭多吃1点也不容易长胖。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脂肪燃烧期，3点到6点是吃冰淇淋的最佳时间，是人体温最高最难发胖的时间段。晚上9点到早上6点则是脂肪的囤积期，吃多少囤多少。现在是晚上了，你不怕长胖啊？我这是提前给冬天囤脂肪呢。你们可能不相信，我只用了1年时间，就从8岁变成了9岁。很多人想达到这个成就，至少得花费12个月的时间，甚至更久的要花365天。我还发现，你的年龄加1减1就是你的年龄，等红灯其实是等绿灯，救火其实是灭火，我们坐电梯其实是站电梯，2个字其实是3个字。你学会了吗？赶紧艾特你的朋友，浪费他的时间。99%的人都不知道，这些东西千万不能一起吃。1. 豆腐和水泥，因为豆腐中的蛋白质和水泥中的硅酸盐发生反应，生成一种难以消化的物质，吃多了容易结石，还会导致严重的化学烧伤。2. 尖角和螺丝钉不仅不好消化，还可能造成食道损伤。没完全消化的螺丝钉还会造成胃穿孔。3. 皮蛋加电池，皮蛋中有多种矿物质，电池中的氢氧化钾和硒酸钾结合，会严重影响肝肾代谢分解，从而造成重金属中毒。还有烤肠和泥沙，吃多了容易得结石。豆浆和90度开水，因为90度等于直角，直角会咽不下去。还不赶紧告诉你那些爱吃的好朋友！